一会儿崔乙来了，你该说什么，记得吗？我记得，柳公子，我记得。柳公子，要是我配合你演好这场戏，你是不是就能把解药给我，解我身上这毒？柳公子，您放心，我一定配合演好这场戏，我一定配合，一定配合。报！大将军，四面已经合围，推了一带人逃入了树林之中。给我围严实了，绝不能让他溜走。是。别过来！都别过来！再过来我杀了他！别过来！退后！退后！撤！撤！伙夫，别动！伯父，我是被逼的，伯父。放开他！伯父，我是身不由己啊！别过来，伯父！你不要逼我！放下剑！你还是我崔家子侄，否则家规军法都难饶你一死。伯父，侄儿也是逼不得已的，我都是被李逆逼的。我不杀阿离，他就要杀我，所以我才设计把阿离逼到了河中。不过等他们人马一走，我就立马从下游把阿离救了起来，还给他疗伤。伯父，伯父！放开他！伯父，你不要逼侄儿！放！我赢了！阿爹，你为什么总是让我练这个呀？因为你是阿爹的女儿啊。切属凶残，若是有一日挟持了你，阿爹希望张弓搭箭能救下你。过来！阿爹也让我练吗？那当然了，你也是阿爹的儿子，只要你想练，阿爹就陪你练。谢谢阿爹，谢谢阿爹。谢什么？来，阿爹教你。放！松绑！是。我说过了，放下剑，依家规军法还可以饶你一命。你不肯，就不能不依军法处置。你刚说什么？
殿下，要不还是我来吧。快忙去吧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这个汤费力溢出来的。可是他那个……哎，桃子，哦，过来过来。不是我。不许挠！再挠，你的伤口就该不好了。那你又不替我涂药，我自己又够不到，当然会痒了。那还不是要给你教训，看你下次还敢不敢？还有下次啊？哼，难说。你这么笨，想必我阿爹看着你就生气，说不定下次还要打你。哼，下次打我再说吧。我觉得呀，这个汤快好了。你试一试啊。挑个大的，枸杞，还有枣，好了，尝一尝。怎么样？甜不甜？还可以。那你让我尝尝甜不甜呗？还有那么多呢，你自己咬啊。那药苦不苦，我可是替你先尝了。这汤甜不甜，不能也让我尝一尝吗？让我尝尝。安阳，到房中来。公子，公子醒了。哎呀，我没有在做梦吧？我还能活着回来见你。哎呀，公子能安然无恙的回来，我们都十分欢喜呢。太好了，阿英，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。阿爹，别起来，你得静养。阿天啊，阿树也被崔离抓走了，不知被崔离关在了何处。知道，他也被救了回来。多谢阿爹。哎，你是阿爹的儿子，为何如此生分了？可能是劫后余生，有些恍惚，总以为自己还在做梦吧。从小你身子就弱，刚才大夫来给你诊脉，说你的脉象倒比从前健忘了，说不定这一劫过去呢，以后就好了。是，但愿如此。殿下这是要杀人吗？你要再不回来，我可真要大开杀戒了。我的兄长大难不死，好不容易才把他救回来，我难道不应该去看看？他要真是你的兄长，那我也就不多说什么。可他分明就不是，你还亲手给他磨了一套旗子，手指都磨破了，口口声声叫他兄长，怎么他没有名字吗？他真名叫做柳成风，虽然不姓崔，但他真的是我的兄长。反正我不喜欢他，这个人无信无义，当初卖了潼关，害我镇西军死了这么多兄弟。更何况，
你还因为我没能及时救他，跟我大闹了一场脾气。你从来不会因为别人对我那样。他一回来你就去看他，还看了半天，就算是真兄长，也过分了吧？这么小气啊？那今天晚上我让厨房送一坛醋来好了，让你慢慢咽。甜汤那次你还欠着我呢，怎么让我喝醋啊？行，那我就喝一口喂你一口，大家一起酸掉牙好了。等会儿崔大将军来了就没机会了。公子妙计，崔离果然死有余辜。他害死了我那么多将士，还害死了阿醒。我早就想杀了他了，留到如今，不过是物尽其用。公子，李逆到府中了。是吗？公子使和校尉众多，引得李逆来府里。可没想到，大将军竟然让他去照顾校尉。公子，大将军，这是要答应将校尉许配给李逆吗？所有不让我娶阿颖的人，都得死。既然李逆如愿送上门来，那就让他先死好了。阿爹，您找我。凤儿，走吧。阿爹，您突然这样叫我，我倒有些不习惯了。凤儿啊，自从你重伤落水，阿爹派了很多人寻了你很久，怎么都寻不到。一度也以为你遭遇不测。后来阿爹和阿颖一起去你的衣冠冢前祭你，我想了很多。从前是阿爹太自私了，虽然小时候也问过你，愿不愿意做阿爹的儿子，但那时候你还不懂事儿，有些话你还不懂。阿爹，我想好了，让你改回柳成风的名字，但你依旧是阿爹的儿子。我会对所有人说，你是我的义子。阿爹，您这是让我认祖归宗吗？如今阿颖也大了，她生性任性，将来是不用我管的。你从小就在我们家里长大，我是真心把你当作儿子看待。我想让你认祖归宗，然后让媒人给你好好物色，找一个贤德的娘子，再生得几个孩子，这样你们柳家也算是后继有人了。阿爹，您这是不要儿子了吗？你虽然改回姓柳，但你依旧是阿爹的儿子。阿爹，谢谢。阿爹，该喝药了。今日怎么是你拿药羹来啊？服侍阿爹本来就是生我儿子应该做的嘛。自从上次我落水受了重伤以后，让阿爹操碎了心。阿爹还替我着想，让我认祖归宗，我心里真的很感念。我虽然是明灵之子，但是在我心里，阿爹，您永远都是我的亲生父亲。
所以这些小事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以后啊，我更要好好的服侍阿爹才是。你伤病初愈，回来还没几天，也得注意调养。回头我让桃子再给你诊诊脉，开些滋补方子。多谢阿爹。来，阿爹喝药吧，小心烫。李逆，见过大将军。秦王找我何事？李逆，想与大将军商议常州一事。常州已是我崔家军的常州。秦王想要回常州，不如战场上见真章。大将军此言差矣。原本是李逆写信，相请崔家军解常州燃眉之急。如今大将军驻扎常州，李逆虽领兵而来，但并不愿与大将军兵戎相见。是吗？大将军，大将军，大将军，大将军！别放走了贼人，就是他害了大将军。说，你到底使了什么毒计害了我们大将军？我说过了，我正与你们大将军说话，他就忽然吐血倒下，我这才急匆匆出来叫人。我若心怀不轨，为何还要出来叫人？哼，你是明知道逃不掉，所以才不逃吧？调弓弩手来，别让他逃了。若是阿爹遭遇了不测，就杀了他。大将军，大将军，怎么样，桃子？大将军，大将军。大将军，大将军，杀了他，为阿爹报仇！且慢！大将军遇刺一事还没有弄清楚，到底是毒还是别的都未确认。这个人不能杀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要袒护他？我不是袒护他。阿爹已经奄奄一息，你这是被鬼迷了心窍。秦王是不会害大将军的。为了常州，这个秦王什么事做不出来？此人诡计多端，如果不杀了他，他就会逃脱的。放箭！住手！放了他！放他走！你竟然如此对我，何校尉，你是要做反吗？放了他。放他走！
他已经走了，以他的能耐，我8成是追不上他。你还要拿刀架在我的脖子上吗？来人！校尉受人蒙蔽，放走嫌犯，将他押进水牢。公子，大将军危在旦夕，有什么处罚，公子暂且记下，还是让我先照顾大将军吧。你还知道大将军危在旦夕？押下去！带走。公子，大将军像是中毒了，校尉也是一时心急，要不让他留下来吧？闭嘴！公子，来人！公子，把桃子也带下去关起来，静候发落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！石七郎呢？他已经脱身了。那何校尉呢？校尉现在被重兵关押，暂时救不出。我们先撤。走。公子，何校尉带到了。是。阿英，你受委屈了，但今日你当着众人的面拿刀胁迫我，无论如何，我必须对你有所处罚。公子不必巧舌如簧，变故猝起突然，公子就是想趁机除掉李逆吧？阿英，你为何如此相信李逆？他为了常州谋害阿爹，事实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，你为何不肯相信？事实何为事实？李逆为何要谋害阿爹？他就是为了要夺回常州。一应细节，我已经命人细细查问了。可是李逆的嫌疑明明最大，你不能因为袒护他而放了他。阿英，我们不说这些话了，好不好？你还没有吃东西呢，我命人做了你爱吃的菜，你先吃一点。我要去看阿爹。阿英，你把饭吃了，我就陪你去。你如此忧心阿爹，整日不眠不休，茶饭不思。若是阿爹知道了的话，也会忧心的，对不对？公子，你们先下去吧。公子，何校尉他无妨。校尉是被人蒙蔽，如今已深悔，自己错了。下去吧。是。阿爹，无论是谁把您害成这样，我都一定会查明真相，为您报仇。让我留下来照顾阿爹吧。不行。阿英，阿爹出了这样的事，我们大家都很难过。
又十分警惕，只怕还有人想对父帅不利，所以才定下了轮流值守之策。阿英，你先回房去，好好睡一觉。明天一早，我再带你过来看父帅。你说话算数吗？我当然说话算数了。我觉得咱们不如直接杀进长州城，抢了崔大将军出来，然后好好救治，再跟那些人说，这个崔大将军不是你害的。傻呀你！咱要真这么干了，那是不是得先打常州？那打了常州，石七郎他有嘴都说不清了，到时候崔家军定然视咱们为死敌啊！石七郎，桃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家校尉呢？他怎么样？校尉被关起来了，公子派了重兵把守，他还想要把我也关起来。我想了想，就先脱身，和耳朵一起过来，想着先跟你们会合，看看有没有办法能查清此事。崔大将军到底被谁谋害？他是受了内伤，还是中了毒？他80%是中了毒。中了什么毒？匆匆忙忙的，还没有诊治清楚，公子就派人把我押走了。阿英，阿爹出事之前，曾找我谈过心，说让我认祖归宗，改回柳成风这个名字。他还说，我仍旧是他的儿子。阿爹跟你说过此事吗？起初，阿爹以为你死了，伤心万分。确实跟我说过，觉得这么多年以来，一直让你顶着崔林这个名字，对不起你，也十分后悔，没能让你做回自己。这次阿爹也跟我提到了，阿爹还说，让我改回柳成风这个身份之后，与你成亲。阿爹还说了，若是我们能生得几个孩子，长子就姓柳，其他的孩子就姓崔，这样不仅我们柳家后继有人，崔家也有了。阿英，阿爹这样一心一意为我们打算，只可惜他老人家还没有将此事办妥，就被李毅给暗算了。公子，阿爹当真这样说过吗？当然。阿英，我们2个人拜堂成亲吧，这样你就是我的妻子。上次你胁迫我一事，军中就再也没有人敢说三道四了。而且我们2个人成亲之后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照顾阿爹了。阿爹如今人事不省，危在旦夕，你居然要和我成亲？万一阿爹一高兴，就好起来了呢？阿爹如此安排，阿英，你不愿意吗？我不愿意。阿爹是不会做如此安排的。你若是不信，可以等阿爹醒来，你亲自问他。我说过了，阿爹是不会做这样的安排的。你最近日夜忧心阿爹的身体，忧心的都傻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们的婚事，我自会好好安排。你唯一要做的，就是等着做新娘子。好好看着校尉，不能让他踏出房门半步。调弓弩手来，重兵严守这个院子。
我连一只苍蝇都不想看见。是。新娘子，如今吉时将近，咱们还是速速装扮起来吧。柳成风呢？叫他进来。新娘子，今儿是大喜的日子，您这马上要嫁给崔公子了，这是天大的福分呐！去把崔公子叫进来，我有话问他，不然今天这个亲是绝对结不成。新娘子，叫他进来。是。恭喜恭喜！阿英，你怎么还不装扮起来啊？误了吉时，可就不好了。是你，是你，对不对？你到底给阿爹下了什么毒？你看你，你这是欢喜疯了，怎会开始胡言乱语了呢？不久前我在常州遇刺，有人冒充你引我出来，但是只想掳走我，不想伤我性命。当时我就觉得蹊跷，引我上钩的人就是你，对不对？刺客也是你指使的，对不对？阿英，不要再说胡话了。我从10几岁以来，就一直盼着有这一天。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，你马上就会成为我的新娘子。待我们成亲以后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你，也会去杀了李逆，给阿爹报仇。给阿爹报仇？刘成风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就是你给阿爹下的毒，是不是？阿爹一直把你当作自己亲生的儿子，我也从小把你当作兄长一般。你到底是有多狠的心，才能下得去这样的毒手？阿英，你看，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簪子，今日终于有机会把它作为定情信物送给你了。拿开！阿英，你可不要乱动啊，我怕我会伤着你。万一你受了伤，阿爹知道了，他老人家有什么不测怎么办？你居然敢拿阿爹威胁我！只要你乖乖与我成亲，阿爹就会高兴。若是因为阿爹担忧你，阿爹有什么不测的话，你给我滚！阿英，你再好好休息一会儿，我还要请阿爹出来，亲自见证我们拜堂成亲。你敢动阿爹半分试试？
阿莹，只要你乖乖与我成亲，阿爹就一定会好好的。来人，奴婢在。给校尉整理好衣冠，等吉时一到，就带他去洗汤。是。恭喜公子，今日定要不醉不归。可惜大将军身子尚未痊愈，不然便是双喜临门呐。阿爹，今日是我和阿莹成亲的日子。您看看这满院的宾客，都是来祝贺我们的。阿爹，虽然您还病着，但是儿子还是想让您亲眼见证我们的喜事。阿爹，我做您的儿子20余年，您从未亲口答应让我娶阿莹，所以我就只能自己靠自己，才能得偿所愿。阿爹，今日抬你出来，就是想让你亲眼看一看，如今崔家军是我的，你的宝贝女儿也是我的。阿爹，从今往后，我会好好继承您打下的基业，也会好好守护您的宝贝女儿。阿叔，这杯酒，儿子敬您。喝完这一杯，儿子就要和阿莹拜堂成亲了。来，大将军醒了，醒了，将军。来人，将这逆子绑起来！将军，副帅余毒未解，神志不清。来人，把他送回屋内。公子，公子。老夫万万没想到，竟有一日养虎为患。大将军小心！大将军！
是公子，这是大将军啊，公子。大将军神志不清，快夺了他的兵刃，以免他伤了自己。就凭你们，这是大将军啊！大将军小心啊！大将军！大将军！谁敢伤害大将军？小心啊！一会儿还要拜堂成亲，别伤了我的娘子。谁是你的娘子？阿阔，住手啊！居然借着成亲把接硕人混进来了，枉我们如此信任他。脚底抹油啊！石七郎都说了，他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崔公子，他叫柳成风。大哥叫崔公子也没错呀，他现在不还是假冒崔公子？但他叫柳成风。崔公子，柳成风，崔公子。你竟然勾结接硕人，你这是将我们崔家的血海深仇抛诸脑后吗？崔隐，事到如今，你又何必给我上演这种父慈子孝的戏码？我问你，你有曾真心过吗？你有曾真心把我当成你的亲生儿子吗？你不过是利用我。崔家和接硕的血海深仇，与我有何干？好，我崔乙并没有儿子，我只有一个女儿。阿英，你的身份也无需隐瞒了。诸位，这是我的女儿，她才是真正的崔林。她一直以崔林的身份在军中，我也一直把他视作亲生儿子。今日他既然引入外敌，不愿再做我的儿子，那我崔乙只有一个女儿了。崔林是我崔乙的独生女儿，但她胜过世间万千男子。刘成风，
既然你勾结杰硕给我下毒，背逆人伦，引入外敌，不忠不义不孝，如今事已败露，你还不束手就擒？你以为你今天能抓住我吗？这些箭头上有蓝光，想必是涂有毒药的。李宁，你被身份所拘，无法带大军进城。就凭你们几个，哼，能抓住我吗？我要杀了你这个叛贼！阿爹，大将军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放心，城外有镇西军在。今日再战，必定是两败俱伤。放柳成风走。滚！你有人马埋伏在城外，柳成风带人出城，你正好接上。慢点。阿爹。我叫桃子来给您诊脉吧。不用不用，我没事。桃子说了，解药是她自己调的，药效是慢慢解毒，最好不要动武。等我一发现是那逆子，我就忍不住，居然和杰硕勾结。他明知道我们崔家跟杰硕有血海深仇。哎呀，不知他为何变成如今模样。枉我将他当作亲生儿子这么多年。阿爹，别难过了。阿英，我和你阿娘成亲10几年才有了你，虽是为了避免朝中辖制，再赐我一位夫人，才对外宣称生的是个男孩。但我和你阿娘还有一种私心，就是要将崔家的一切都留给你。只是这世道以男嗣为贵，没有女儿继承家业的先例，尤其是军中更是没有。宣称你是个男子，才能真正的让你拥有崔家的一切。我明白的，阿爹。自我懂事起，您就把这些都清楚明白地告诉过我。这也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不觉得辛苦。只可惜呀，柳成风也好，崔离也罢，若是能全心地辅佐你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可惜人心殊易，就算我已经有所提防，但一个个最后还是露出了狼子野心。阿爹，您已经为我做的够多的了。阿英，今日把你的身份公之于众，日后怕是会有更多的麻烦找上门来。阿爹知道你聪慧果决，远胜常人，但作为父亲，心中还是忐忑，只怕没有照顾好你，日后有何面目去地底下见你阿娘？阿爹，您不必担心，我可是您的女儿，
就算有再多麻烦找上门，又能如何？您的女儿岂是会被世俗拘束之人？说得好，如今是今时不同往日。就算全天下的麻烦都找上门来，你我父女二人又有何惧？就是。别担心了，阿爹。见过大小姐。见过诸位将军。昔日朝中以我无子，非要赐我一位夫人。我与卓京间谍情深，所以生得女儿后，只说生了个儿子。后来朝中时局变幻，就一直没对诸位同袍直言相告。其实崔琳是我的独女。原来如此。大小姐素日在军中，虽托名何校尉，但所作所为，皆是我们亲眼得见。巾帼不让须眉，我等定然竭力辅佐，绝无二心。请大将军放心。我和小裴将军按照你的吩咐埋伏在城外，果然遇到这个柳成风带着接说人，我们杀了他个措手不及。可气的是，他们的毒药太厉害了，虽然砍了不少人，还是让那个柳成风那家伙给跑了。此人已经丧心病狂，还勾结外敌，接说善于用毒，日后切切小心。是。哎，那不是那个何校尉吗？哦不。是崔家大小姐来了。崔小姐辛苦了。鲍大哥辛苦了。哎呀，都是自己人，替崔小姐杀敌啊！我们镇西居的兄弟们乐意。嘿嘿。哎，那我就先走了啊！你和十七郎慢慢聊啊。嗯。嘿嘿。今日幸亏有你。都是自己人，替崔小姐杀敌，不仅我们镇西军的兄弟乐意，我也乐意。贫嘴！刚才老鲍说，劫杀了不少接说人，不过还是让柳成风给跑了。柳成风居然跟接硕勾结，我们崔家跟接硕世代血海深仇，从此以后，他不是我兄长，而是我们崔家的仇敌。虽然不应该，但也想说，听到这句话心里还是挺舒服的。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是怎么样发觉阿爹中毒的，又是怎么样察觉柳成风的谋算，跟阿爹约好了里应外合。那日我回到军营之后，琢磨此事，越想越不对，于是便跟陶泽潜回府里，想弄清楚大将军到底中的是什么毒。耳朵，处理干净，别让人发现。桃子十分确定，大将军就是中了接硕的毒。巧的是，你也中过接硕的毒，而你当时又看见了柳成风，所以我怀疑，大将军中毒多半与他有关。大将军起初也不愿意相信是他，直到后来，发现真的是他。阿爹真的很伤心。陛下，免礼免礼，皇后你听说了吗？
陛下指的是这个崔乙，全天下都知道他有个儿子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这个儿子不是他的儿子，不是他的儿子。对，他只有一个女儿，从小当作男孩养。他的女儿女扮男装，一直在崔家军中。哎，听说还挺有名的，叫什么何校尉。竟有如此奇事。嗯。哎呀，可是这个崔乙，分明是在欺君。可是朝中的大臣们说，崔乙势大。再加上那个孙敬贼心不死，还盘踞在潼关要害之地，加上如今这个崔乙又抢下了常州，所以这个朝里的群臣们都劝朕要好好的安抚崔乙。结果朕灵机一动，想出了一个好主意。陛下是想，崔乙他不是没有儿子吗？朕就替他过继一个儿子，那到时候他们崔家就有人承嗣。哎呀，以后崔将军就能为朕所用了。陛下，是想让何人去承嗣崔家？所以朕就过来找你啦。朕是想从你的侄子里面挑选一个，过继到他们崔家。陛下。此事怕是不妥。怎么，你是不愿意？啊，并非臣妾不愿，只是陛下且想，崔乙为平凉大将军，崔家军主帅，当年领兵征接硕，妾已听说过崔大将军的威名。这样的人物，如今又在常州不肯退兵，明显是不服朝廷辖管的。此时陛下好心，想替他选个人承嗣，只怕在他眼里，陛下这是想谋夺他崔家产业，想要崔家军的军权。朕就是这么想的。再说了，崔乙他怎么能猜得到呢？崔乙领兵多年，能将女儿充作儿子，教得聪明伶俐，如今又将此事公之于众，如何会有过继的打算？又如何猜不透陛下的真意呀？这可怎么办呢？难道要朕认崔乙的女儿做义女，然后再让她当公主？等她当了公主之后，再给她找一个听话的驸马，是不是这样？崔家军的兵马就能为朕所用了。崔乙此女，既做男儿养，恐怕也不是什么等闲人物。就怕她不愿做公主。连公主都不愿意做，她想做什么呀？啊，妾也只是猜测。陛下若有谋划，不妨遣得力的人去探探这位崔家大小姐的口风，看看她愿不愿意做公主。父亲，坐吧。今日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崔乙的儿子崔林，原来是个女儿。什么？崔乙呢，只生了个女儿，当初却诓骗朝廷，说他生的是个儿子，那便是崔林了。后来他又收了个义子，让这个义子顶着崔林的名字长大。他自己的亲生女儿却改姓何，在崔家军中也颇有名气，被称作何校尉。原来何校尉是崔乙的女儿，怪不得。父亲，您还记得吗？之前秦王冒险潜入西长京，与您在绸缎庄见面，当时他身边那位就是何校尉，而且那次我们见面也是何校尉替秦王出谋划策的。
那个小娘子气质不俗，敏侠机智，令人印象深刻呀。原来她就是崔姨的女儿。婉娘啊，为父知道你素来胸有大志，但既然那崔琳是崔姨的女儿，只怕秦王未必对她无意呀。父亲，那您会帮助我吗？这么聪明的女儿，我这个当父亲的一定会不遗余力的去帮你的。崔姨的女儿又如何？她的父亲是手握重兵的大将军，我的父亲却是文臣之首。女儿只听说过君主会忌惮手握重兵的边疆大吏，却从来未听说过君主会忌惮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。说得好，我就知道我的女儿绝不会逊于崔姨的女儿。小姐，你这样真的很好看。只是我却担心，你平常都在崔家军与南庄市，猛然一下这样打扮，你说他们会不会不习惯呀？现在阿爹已经告诉了全天下的人，我就是他唯一的女儿。既然这样，那干脆就堂堂正正的以我本来的面目示人。作为阿爹的女儿，我一定会让他骄傲的。快站起来看看。真好看，还是你选的好，很衬你的肤色。李逆，见过大将军。秦王有何贵干？还是常州之事。李逆想与大将军聊一聊常州。秦王刚刚救了老夫的性命，所以来谢恩求报。不敢。当初是谁传信给我们崔家军，请我们来救裴元的？秦王不会忘了吧？大将军仗义援手，李逆感激不尽。只是时过境迁，大将军占据常州，不仅被朝廷诟病指责，亦得提防孙敬。况且，这常州与洛阳、建州、并州，乃至平凉、瀛州，皆相隔甚远。崔家军被牵制在此，只怕得不偿失。你该不会想说，既然常州这个烫手的山芋我捏在手中无用，不如还给你。大将军，若是以魏阳来换取洛阳与常州呢？秦王所言何意？魏阳虽不归我节制，但魏阳就在平凉左近，军民事务也由我这个平凉大将军管辖。你是打算用我的东西来换我的东西，还以一易二？明正才能言顺。魏阳虽在平凉左近，但朝中在幽州府亦有驻兵。若由朝中下旨，大将军节制平凉、魏阳两府，从此大将军便能名正言顺，总理平凉与魏阳两府事务，崔家军后方亦稳固无虞。大将军意下如何？既然如此，那只要朝中下旨，魏阳教我节制，我便退出常州。但是洛阳，那是万万不可。大将军爽快，李逆虽有为难之处，但也会即刻向朝中请旨，只提常州，不提洛阳。大将军请放心。好，秦王，常州事了，你可以回京都复命了。不瞒大将军，李逆还有一事相求。
何事？李逆想请崔小姐领崔家军，与我一起共赴潼关，剿灭孙敬。你还想让我女儿带兵跟你一起去打孙敬？秦王，你这如意算盘未免也打得太响了吧？孙敬一日不处，不仅是朝廷的心腹大患，大将军也会深受其妨碍。大将军当初以秦王之志出兵南下，如今暂居常州，并重兵把持洛阳，朝中难免会议论纷纷。只要大将军同意崔家军与我一起共赴潼关，剿灭孙敬，收复潼关，那么朝中的议论自然会平息大半，且天下人皆会称赞大将军忠义。如果我不答应呢？那么李逆自取潼关后，只怕朝中会命我李逆与大将军相战。到了彼时，李逆再无半分推辞之力，且朝中定会以收回东都为限。秦王不妨试试。老夫还从未与秦王兵戎相见，真想见识见识秦王排兵布阵的章法。与崔家军为敌，是我万万不愿之事。大将军心里也清楚，潼关是两京所要，除了潼关，两京再无险可守。只要大将军答应崔家军与我一起共赴潼关，那朝廷必然会对崔家军的猜忌之心大减，还望大将军能够成全。既然如此，不用我女儿跟你去，我和你一起去潼关。果不其然，我先前与阿莹商议时，她告诉我，大将军必然会说出此番话语。我问阿莹该如何作答，阿莹告诉我，只说她与我已商议好，她愿意与我一同前往。既然你们已经商量好了，还问我做什么？这么说，大将军是答应了？多谢崔伯父。谁是你伯父？滚！是。此番，秦王虽出手相助，但常州城外，镇西军依然虎视眈眈，不得不防。他是皇帝的儿子，奉旨而来，怎能轻易与之联手？阿莹，这天下那么多男子，你为何偏偏对他另眼相看？阿爹，他值得我另眼相看。如今局势晦暗难明，孙敬虽败仍据潼关，3个皇子鼎力相争，秦王功高勋重，树大招风。秦王虽是不识奇才，但绝非良配。阿莹，你当真想好了，要趟这浑水？阿爹，我喜欢李聂，他也喜欢我。这世上虽然有那么多男子，但是能入女儿眼的只有他一个。阿爹只有你这一个女儿，你既然想清楚，有了决定，阿爹不会左右你的想法。谢谢阿爹。大小姐文武兼备，又是咱们大将军的女儿，哎，你们说，得什么样的人才能配得上呢？要我说啊，秦王就不错。想想自起兵秦王以来，秦王率领镇西军那是所向披靡，别的不谈，就说奇袭潼关那一战，那真是100年未有的帅才。秦王虽好，可是他是皇帝的儿子，咱们大小姐应该坐堂招夫啊！哎，对，坐。听见了吗？他们都觉得只有我才能配得上你。
我只听到他们说希望我坐堂招夫。殿下身为皇子，愿意入赘我们崔家吗？什么皇不皇子、秦不秦王，我都不想当，也不在乎。哎呀，咱们回劳兰关吧，在那拜堂成亲，生个7、8个娃娃，一半跟你姓，一半跟我姓，不娶不嫁，不招不赘，可好？你想得倒美，谁要给你生7、8个娃娃？那就4个，最少4个，2个跟你姓崔，2个跟我姓李，怎么样？你要再胡说八道，小心我把你嘴给撕了！想撕我嘴？就撕就撕就撕！不让。韩将军，这么久了，围追堵截，斗智斗勇，每次都让你侥幸逃掉。幸好前日我们故意在华阳镇没有追踪，让你以为安全。今天这才拦住你们。韩将军，大都督敬你忠义，只要乖乖交出太孙，便饶你不死。保卫太孙！拿下！杀！韩将军，小心背后！韩将军！韩将军！快走！韩将军，走啊！韩将军，韩将军，太孙！韩将军，太孙！不识抬举的东西！放开我！
大都督。李玄泽，还不见过大都督？你个谋朝弑君的反贼！大胆！住手！别吓着孩子。哼！韩仗将你藏了那么久，到了最后关头，不还是护不住你吗？嗯？哼！即使忠心的人，那也拗不过天命吧？嗯？哼哼，嗯。娘娘，给秦王的信送出去了吗？用最快的马送过去了。娘娘放心，秦王一定会想办法救出太孙的。孙敬虽然擒住了太孙，但是我想，他不会这么快就对太孙不利。但愿来得及救出太孙。韩将军也说了，他重整残部，也会想办法救出太孙。太孙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会没事的。臣请问陛下，为何下旨斥责秦王啊？朕命他去常州解围，他可倒好，非得逼着朕封那崔乙为魏阳大将军，还口口声声说洛阳既成事实，暂且不提。那可是东都，他这是拿朝廷的大事当买卖呢，还上什么奏书？还说常州势必要随崔家军一起去收复潼关。崔家军那是狼子野心啊，万一他们和孙敬里应外合怎么办呢？陛下，这件事是朝会中决议过的，既然崔乙有节制魏阳之职，何不就把这虚名一并给了他呀？听说朝中来了圣旨，斥责了秦王殿下。我猜到父皇八成是要骂我，但是我没有想到竟然会这么快。你虽然兵不血刃，解了常州之围，却让出了魏阳大将军这个虚衔，又承诺不提洛阳，这不是把天大的画饼都递给了朝中的宿敌吗？要是我呀，也会攻击的你体无完肤。你呀，就是仗着自己立有战功。朝中那些武将大多又是镇西军出身，自然会向着你，不然只怕现在就不是下旨申斥了，而是要夺了你的秦王之爵呀！夺就夺，反正我打算打下潼关之后，就回劳兰关去，在那儿总好过在朝中受气抢。只怕你打下了潼关，就回不去劳兰关了。那可不一定。石七郎，萧妃娘娘派人传急报，说孙敬抓走了太孙。什么？报！潼关急报，孙敬在潼关以太孙名义发了讨贼檄文。太孙？是。孙贼找到了太孙，在檄文中斥责说，斥责陛下是伪帝，并以太孙之名号令天下秦王，驱除伪帝，封太孙继位。父皇，那孙敬自从败退以后，早已是黔驴技穷，他手上的那个太孙是真是假，谁也不知道。儿臣以为，我们找个孩子也说是太孙，真真假假，又有谁能够分得清楚呢？先王殿下，
孙敬既然敢发檄文，想必可以证实孩子的身份。如果我们找个假的，这岂不是白白让人抓住把柄，贻笑大方，得不偿失吗？孙敬手上可有何证据能证实那孩子身份吗？孙敬在檄文中说，太孙随身携带着先太子之印。陛下，孙敬以太孙质疑朝廷正统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为今之计，不管这太孙是真是假，朝廷都该派兵剿灭孙敬，收回潼关，接回太孙。臣以为秦王曾经收复过潼关，与孙敬数次交手，有上书自请剿灭孙贼，因此朝廷下旨派秦王出征，最为合适。那就让秦王领兵出征，灭孙贼，收复潼关。他不是爱打仗吗？这次就让他打个够。孙敬发讨贼檄文，不过是为征百越大军回师拖延时间，实则潼关守备军力不足。你是不是早有布置，打算趁虚而入，攻破潼关？你怎么知道我早有谋划？潼关易守难攻，但是你曾经硬碰硬打下过潼关，后来镇西军又驻守潼关颇多时日。以你的性子，肯定是把关里关外全都仔仔细细地琢磨过一遍。是啊，我在潼关给自己留了一条暗道。暗道？莫不是水渠？你怎么猜到的？潼关土质坚硬，想要挖地道实属不易，所以这条暗道应该不是新修的，而是本来就有，可以后加利用。我记得在瑞景年间，潼关曾经因为山洪爆发，把武库淹没了，后来户部拨了银两，重新修了下水的水渠，沟渠修得够深阔，应该可以走人。瑞景年间，户部的事情你都知道啊？我小的时候喜欢跟着阿爹读书，他的书房里除了兵书以外，收藏了历年以来天下各处关隘修葺的卷宗，我翻着当故事看，读了便记下了。那今晚秦王要做那钻水渠的小耗子，我当然得作陪了。我在城外等你策应。大都督，都送走了。魏国夫人登车的时候十分不舍，哭得很是伤心，说是要与大都督一起留在潼关，属下劝慰夫人照顾好公子，等此间战事一了，便接他们回来。此番镇西军和崔家军联手，这一战乃是存亡之战，便是事了，恐怕也不会回到这里了。
督，镇西军联手崔家军攻进来了，我们护送您先走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走，还能走到哪里去啊？从西长京出来，败走潼关，如今再出潼关，还能去往何处啊？大都督，镇西军与崔家军联手，敌人数倍于我们。若仗着潼关知县，还可以守一守。可如今镇西军不知从哪里入的关来，这如何守的？趁着两军混战，夜色昏暗，大都督，走吧。想当年瀚海之战，可汗将士10倍于我军，我率军拼死抵抗，血染战袍，差点丢了一只胳膊，还不是大胜而归吗？城中将士数万，还在力拒抗敌，我怎么能抛下他们呢？我不走，将太孙带来。是。孙清，事到如今，还不弃械投降？哼！走。如今潼关已破，你败局已定。只要你放了太孙，我不杀你。你爹德尔普在我脚下求饶，若不是装死逃了过去，哪轮得到他在京中做伪帝啊？今日太孙在我手上，我才是天下正统。凭你小儿一句话，就想让我给你太孙？那你想要如何？哼！你和你的兵马即刻退出潼关，叫京中的伪帝写下诏书，昭告天下。自己得位不正，将大位归还于太孙。如今这关内的战局，你好像没有与我商谈的实力。哼，来，宁宁，这孩子才是先太子留下的唯一血脉，在你们李家，他才是嫡系正统。若是今日被杀了，你在天下人面前该如何交代？你那个伪帝父亲，在天下人面前又该如何交代？不要管我！杀了孙贼，还天下太平！杀了他！孙敬，你一代枭雄，如今竟拿个小儿做挡箭牌，岂不成了天下的笑话？你不必用激将法。你若是不退兵的话，就休怪我动手了。住手！我愿用我一命换取太孙一命。是七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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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万不可！哼！是七郎，不要管我！不要！孙贼，还天下的！是七郎，不可！不可！是七郎，是七郎，是七郎！好了，好啊！秦王有如此气魄，那我孙某必定说到做到。秦王，你便自行了断吧。是七郎，不可！是七郎，是七郎，是七郎，别惊他了！是七郎，杀进去！社稷哥，不可！不要，社稷哥！
秦王殿下，孙敬身边的是假太孙，我带来的这个孩子才是真正的太孙。你说什么？余孽，你不愿意救太孙也就罢了，何必使出如此阴谋诡计，想用一个假太孙来换名正言顺绞杀真太孙的机会？大都督，你说我带来的这个孩子是假太孙，那你又如何证明你抓到的就是真太孙呢？哼，太孙身上有先太子的印鉴，我是连人带印，一并从韩畅手中夺过来。你们若是怀疑的话，那也不用争论什么了，我一剑砍了他便是。住手！动手啊，大都督！大都督就不曾怀疑云长将军韩畅如此忠心耿耿的先太子旧臣，在你擒到太孙以后，为何没有拼死追踪，召集人马救回太孙呢？至于这先太子印鉴，云长将军为何又偏偏要放在这孩子身上？他难道不知道，一旦你得到此物，便能确认这孩子的身份无疑了吗？是这个。众将士，杀孙敬避封侯，赏黄金10000两。先带太孙走，留着他还有用。太孙，韩将军，没事，快坐定，走。孙坚，你起兵弑君那日，可有想过会有一败涂地这一天？秦王殿下，此等逆贼，杀了便是。我英勇一世，我若是没有中毒的话，你们再多的人
也都不是我的对手。哼！无知小儿，你妄想取我人头，我是绝不会让你得逞的。这一对玉佩真是精致。我们两个一人一半，我会永远戴在身上的，不离不弃，永不分离。大禹天泰元年，孙敬兵败潼关，自刎而亡。其妻魏国夫人及长子在逃亡路上被抓获。自此，孙敬谋逆之乱彻底平息。拖过去。来，这个哥哥，怎么样？去。校尉，怎么了？刚刚趁乱，有人将太孙劫走了，赶紧派人去追。是。齐王那边怎么办？我跟他说吧，你快去。好。韩英，辛苦你了，多亏有你才找到真正的太孙。如今孙敬已死，我们将太孙护送回朝，便大功告成。十七郎，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向你坦白，我带来的那个太孙是假的。真太孙确实是孙敬劫持的那个孩子，我本来已经安排好了，派人趁乱找机会把真太孙给救下来，但是没想到被人抢先了一步，我们得赶紧想办法去把真太孙追回来。十七郎，请他，走开！先忍上，去。十七郎，追不上了。这些人可以趁乱救走太孙，身手如此利索，八成是韩将军和他的部属。太孙的安全应该无虞。如何能确定是韩畅和他的部属？如果被不轨之徒捡走呢？你明知道我答应过萧妃要救下太孙，可刚才你拿一个假太孙去诈孙敬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即便他相信了，也可能会对真太孙不利？我自然想过。你知道有这么大的风险，你还要这么做？我心中已经反复衡量过了，有7、8成的把握，可以让孙敬相信，也可以救下太孙。7、8成，那剩下那2、3成呢？能救下太孙固然是最好的结果，如果中间有任何差池，那也是我办事不妥，与你无关。什么叫出了差池？
是你办事不妥，与我无关。石七郎，有些话一定要我说出来吗？难道你心里不明白吗？你此番要真的把太孙带回京，朝中上下不会因此掀起一番腥风血雨吗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想让陛下立太孙为储君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现在天下初定，人心浮动，朝野上下都能跟你一个想法吗？朝中宫中还经得起再一次祸起萧墙吗？哼！你如此深明大义，言辞有理，为何不事前与我商议？因为你知道，我一定不会答应什么。是，秦王殿下忠勇过人，早知道我刚才就不应该插手，就应该让你舍身取义，被天下人诸此称颂。等我以后路过的时候，一定会为殿下上2炷香的。小薇，这次的事儿都怪我，是我没能救护太孙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虽然我让你带人去救太孙，但怎么也想不到，暗处居然有人潜伏。那些人八成是韩将军和他的部属，你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伤得怎么样？哦，我没事的，只是我听耳朵说，秦王当众给你发脾气，还跟你吵起来了。不要提他。孙敬走得匆忙，一把火就把书房全给烧了，东西呢也都烧了大半，这些还是我带人在没有烧完的瓦砾底下搜到的。我终于知道，这朝中原来有人与孙敬暗中勾结，时时与他策应。但这些信中并没有落款，而且信里借用的是暗语，所以这个人我们暂时还找不到。石七郎，回到西长京之后，我们还是要提防一些。是啊。李逆攻下了潼关，派人急报回朝，还带回了孙敬的尸首。这帮朝臣在朝中吹捧他，又立下了不世之功。我这大哥也是难与之相争啊，只怕这东宫之位，还是要落到他李逆手上。有一位异人，一直想求见殿下，3番2次派人相请，我被纠缠不过，就见了他一面。他说他有妙计，能助殿下一臂之力。哦，此人自称姓柳，曾是崔乙的义子。我与他交谈一番，发现此人心机深沉，又曾是这样的身世。此人与崔家必是死敌，倒可一用。刘公子久仰了。殿下见笑了，谈何久仰？我如今只是一个飘零之人罢了。你既然是飘零之人，如何为本王效力？秦王如今收复潼关，大败孙敬，立下如此大的功劳，一旦回京，定会对东宫之位志在必得。殿下身为他的兄长，难道不觉得其势可危吗？还有我大哥居长呢，立嫡立长都轮不到他李逆。若是李逆娶了崔毅的独女，从此崔家军和镇西军一样，听从李逆的号令呢？到时候，即便是圣上，又能奈秦王何？别说殿下想要一争东宫，即便是想要做一个闲散的亲王，也无半分立锥之地了吧？李逆会娶崔氏独女？他们2人早有私情，不然殿下以为，凭什么就凭秦王一封书信，
崔家军就能具体培元解围？凭什么秦王许诺给崔乙魏阳大将军的虚衔，崔乙就肯让出常州？凭什么镇西军就能和崔家军一同去攻打潼关？原来如此。殿下其实早就想好了吧？殿下是不是想派遣些人手，将秦王截杀在回京的路上？但殿下觉得，在万军护卫之中，若是要刺杀秦王，有几分把握？柳公子可有妙计啊？殿下不如出其不意，从崔林处下手。攻心为上，关心则乱。一旦他的心乱了，就必然会出纰漏。到时候，殿下便可趁此时机杀了秦王。计谋是好计谋，只是这实施起来有些棘手啊。殿下放心，我既献了这计策，定然会亲自率人马前往，为殿下效犬马之劳。不知事成之后，本王该如何谢柳公子？为殿下效劳，正是我心中所愿。我不求别的，只愿殿下拨一些人马，供我驱使。这都好几天了，秦王在关里，都会被踏平的。姓柳的还有用，带他一起走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阿莹啊，以后可不能再这样了。你再这样的话，我的心会疼的。我在，我在。失忆了，真的是你吗？是我。你知道吗？有一天，我好不容易逃出来，看见你，结果发现那是梦，不是真的。现在我是真的，不信你看，是吧？
我们把这个方圆100里啊能找到的牛，通通都给拉过来了，在这个牛肚子上啊绑上树皮。你们不知道啊，这牛冲起来的时候啊，地动山摇，那别院里的人啊，一看还真以为是崔家军的重骑，吓得一个个啊都大喊：“地生军的重骑来了！”哎，那场面真是壮观带劲儿。那你这伤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你就甭提了，啊！当我骑着这牛冲过去的时候啊，这接受人是慌乱了一阵子，可一看啊，这不是重骑，哎，这就来劲了。这打着打着呀，我就看着这个阿树要跑，我就去追，这一不小心，这不就受伤了吗？你就吹吧你，你那叫受了点伤吗？我跟你们说啊，鲍大哥这回伤的可重了，你这以后1年半载的可不许跟人动武了，否则你内脏破损了，到时候大老神仙都救不了了。哎，这不让我打架，可比那个不让我喝酒更难。哎，那酒也是不能喝的，你就只能吃点花生米，对，多吃点花生米，多吃点花生米。我说耳朵啊，你赶紧把人家桃子姑娘娶回家吧，免得她这一天管东管西的，我可受不了。哎，就是。哎，你这就说的不对了，这怎么桃子姑娘嫁给耳朵了，就不能管东管西啦？哎，不是，对，你没明白鲍大哥那意思。桃子姑娘嫁给耳朵之后啊，那天天就是管耳朵了，没工夫管咱们呀。是啊，桃子姑娘仗义，到时候就算嫁人了，我们受伤了，能不管咱吗？别！哎呀，天灵灵地灵灵，我可不想受伤啊！桃子姑娘，我永远不用你管啊！我们都不会让桃子姑娘操心，桃子姑娘最应该操心的是要和长儿生几个娃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哎，别管桃子姑娘生几个，生一窝。你别听他们说，他们都是乱说的，你别生气。臣韩畅，拜见太子妃殿下。韩将军免礼。如今我已经是清修之人，从前的称谓，以后就不要再提了。是。快请坐吧。太孙殿下一切皆好，听说臣要来见你，十分欢喜，只盼着有一天能亲自来拜见你。他一定长高了许多吧？京中形势复杂，不然就悄悄带他来见你了。秦王曾答应过我，一定会辅佐太孙，继承大统。如今您仍然觉得秦王可信吗？我仍觉得他可信。秦王可信，献王与齐王却野心勃勃。献王居长，齐王嫡次。秦王偏又功高勋重，极招忌惮。献王是个薄情寡义之人，这个人冲动易怒，行事狠毒，却又不太聪明。从他杀害结发妻子之事便可看出，我只希望他这一辈子都被关着。是，臣会联络朝中忠于太子的旧臣，不会让献王轻易被放出来。至于齐王，他虽然极力掩饰，但也能看出来，他对储君之位垂涎3尺。这个人只有小聪明，而无大智慧。他迟早会露出马脚，到时候我们就对他一击而中。是。来尝尝，崔小姐，来尝尝我们振兴军的烤黄羊。谢谢，我尝尝。吃，真好吃。哎，石七郎，是吧？石七郎，有件事儿我们一直瞒着没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是不是又瞒着我偷偷去丰英楼吃酒了？不是，之前啊，我不是找你要过几次银子吗？说是去丰英楼吃酒，其实不是，我们把钱啊都花在别的地方了。包哥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这么一说，
跟俺们把钱花到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似的。哎，花钱还能花到见不得人的地方，那是什么地方啊？哎，那风月楼的桃子，你赶紧吃羊肉啊！哎，对，吃羊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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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师兄，知道，我们啊花钱救了个人。对，我们救了个人，我们救了个人。哎，不对，我们救了2个人。对，2个人。对，救了秦娘子和她的女儿小喜儿。这世道不好，一直打仗。秦娘子的丈夫借了黄庄的粮还不上，这活活被打死了。哟，那秦娘子是卖艺都没还清欠债呀。班主要逼她做暗娼，还要卖了她的女儿小喜儿。小喜儿才4岁，能忍吗？不能忍。我们一商量，就凑钱给秦娘子赎了身。我们把秦娘子啊，就安排在我赵二哥老家的乡下，还搭了3间茅草屋，就在宜州巨县旁乡3里冲赵家村。3里冲可是个好地方，有山有河。哎，那河里还有好多小鸭子，小鸭子，对呀，它就能下蛋。哎，那小鸭子又能孵小鸭子。石七郎，到时候咱们就一起啊，跟你回楼兰观。对，都回楼兰观，都去3里冲。石七郎，我们都商量好了，等以后老了不打仗了，我们呀都从楼兰观回3里冲。你要是闲了，就来看我们吧。来看我们，石七郎，你吹的牛，我们帮你圆了。16亩良田，4头上等黄牛，我们帮你准备好，都准备好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好，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老河水18万，1万就是那一送来。瀛州苦寒，萤火虫特别少，每逢秋夕能遇到1只，都稀罕得不得了。可是，偏偏在我出生那晚，从窗外飞进来1只萤火虫，就停在我的襁褓边上，一闪一闪，莹莹发亮。所以阿娘就给我起了这个乳名，叫我阿莹。原来你的名字是这么来的。嗯。我的名字呢？是宗正寺给我取的，字面意思挺好，希望我将来能够聪颖，所以名为逆。但到底我也没有一个乳名，乳母从小就叫我石七郎，所以叫着叫着也就传开了。那我以后都只叫你石七郎。哼。你口口声声叫我秦王殿下的时候，都不知道有多气人。小的时候啊，阿爹知道我喜欢萤火虫，就总是跟我说：“阿莹，我给你捉1只萤火虫，你就答应我一件事情好不好？”或是让我背书，或是让我写字，但我总是耍赖。我告诉他，阿爹，捉1只萤火虫可不行，你要给我捉回来100只，我才答应你。但是阿爹实在是太忙了，他哪里有功夫真的帮我去捉？所以，我从来也没有见过100只萤火虫在一起的样子。但是今天晚上，这里肯定有100只萤火虫吧？师兄。
为你捉100只萤火虫，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？我不会答应的。就算你捉1000只、10000只萤火虫给我，我都不会答应。今天晚上这么快乐，就别提别的事情了，好吗？摇篮河水十八弯，这首歌真好听。是啊。多希望这样的时光可以长久一些，再长久一些。海洋，其实我……紧急追降！紧急追降！接硕攻破了白水关，白水关是哪儿？陛下，白水关是连州的紧要之地，是我朝至北最要紧的门户。白水关之后是燕州、涿州，无险可守，只能据盲河抗敌。接硕的铁骑甚至可以直入朔州腹地了。陛下，这白水关是如何失守的？那可是据守接硕的重要关隘啊！平凉大将军崔乙本该有重兵在那儿驻守。据急报，白水关的守将就是被崔乙的养子柳成风劝降，投降了接硕。白水关以南的城池烽烟处处，被接硕的铁骑蹂躏践踏。更详细的军报还要再过几日才能传入朝中啊！臣听闻早先几日，那崔乙亲自领兵离开洛阳，一路向北。崔乙此举意欲何为啊？既然破白水关的是他的养子，那崔乙倘若早就跟接硕勾结，那现在恐怕山河危殆呀！秦王呢？用不着他的时候，成天惦记着打仗。现在他到哪儿去了？啊！这个逆子，他就是想气死朕。大哥，父皇心中还是偏疼你的，只不过近来朝中群臣又蹦出来了，说是对大哥要严惩，光是幽禁还不够，要削了大哥的王爵。父皇一听也不乐意。但是也不好公然回护大哥，这都是李逆在从中作梗。对了，大哥，父皇这回是真的恼了李逆了，今日还破口大骂了，说李逆不奉旨就出京也就罢了，在回京的路上还特意跑到大哥的黄庄去抢了大哥的粮仓，分给了那些佃户。欺人太甚！他就是跟我作对，就是想消了我的颜面。他趁着我被幽禁的时候，他连我的庄子都敢抢。父皇说，他本来还指望着李逆去打接硕的，
他崔乙一再上书，说他就在朔州附近。结果父皇一转念说，就让崔乙去打吧，还说等齐王回来了，就让他去收复洛阳。说来说去，就是他手握镇西军，他能打仗罢了。没办法呀，谁让镇西军都只听他李逆的呢？那是我们国朝的镇西军，又不是他李逆的。以前那是战时危局，没有人管这些。现在天下太平了，他凭什么手握镇西军呢？那他岂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吗？是啊，大哥，朝中群臣也多有诟病，父皇也是嘀咕了好几次，但是也削不了他的兵权呐。爹，好，平安就好。让阿爹看看，还好还好，只是受了些，没受伤。阿爹也瘦了，还憔悴了，肯定是日夜行军，还担心我。接到桃子飞鸽传书，说秦王已经把你救了出来。说实话，那一夜，阿爹才敢闭上眼睛睡着。这一路上，阿爹真是心急如焚。让阿爹担心了。秦王怎么不进营啊？是惧怕我们崔家军的军威啊？阿爹，秦王是送女儿过来跟您会合，他马上就走了。你看看他那样子，只怕连根汗毛都没掉，也好意思说为了救我女儿奔忙？阿爹，他魏凤赵就带兵出京，已经很冒险了。叫他那糊涂的皇帝老爹把他脑袋砍了才好。阿爹。真的就这么走了？人家救了你啊，你都不去冲冲啊？阿爹，您刚才还说呢，让人家糊涂老爹把他脑袋砍了才好。那是一码事归一码事啊，人家还救了你的命，你怎么不去送送啊？算了，没什么好送的。我就说，哎呀，他们李家个个都是糊涂蛋。阿爹，您现在到底向着谁啊？哎呀，真是无可救药，无可救药。报！大将军，金硕破白水关了。父皇，您可都记住了，尤其是关于崔乙和白水关的那些话，一定要驳斥秦王，让他无法替崔乙说情才是啊。放心吧，就这么2句话，朕还是能记住的。那儿臣先告退。殿下到了。儿臣拜见父皇。哼，你还知道回来啊？此番围猎，的确是走远了些。你口口声声围猎，怎么会围到你大哥的庄子上去了？而且把你大哥庄子上的粮食都给抢了？儿臣正想问父皇，为何在朝中与百官言道，想要解除信王的禁足，这才幽禁没有多久便要放出来，如此徇私枉法，天下如何看待？别在这指手画脚，跟那些文官一个腔调，口口声声徇私枉法。到底我是皇帝还是你是皇帝呀？父皇不应该说这种话。别在这里教训朕。儿臣不敢。不敢？你敢的事可多了。哼！崔乙
带兵离开了东都，听说他女儿刚刚回到了洛阳，带着不多的人留守。你既然回来了，就领着镇西军去收复洛阳吧。父皇，崔乙在北上迎击接硕，父皇却命我去攻洛阳。若崔乙知道后方如此，父皇难道就不怕动摇他的军心吗？洛阳是朝廷的东都，崔乙厚颜无耻，占据已久，难道不应该攻其不备，趁机收复吗？你不知道是怎么想的，成天惦记着打仗，现在让你去打仗，却又抗旨。父皇，崔乙在前线抗战，我们不能乱他后方。哼，白水关到底是怎么丢的？军报上写得清清楚楚。崔乙的儿子跑去劝降，守城之将念及旧情，不忍杀他。他倒好，带着接硕的死士，把守将给杀了。哎呀，崔乙养出这样的儿子，通敌卖国，朝中的群臣纷纷都说要治他的罪。那是顾相劝我，让崔乙将功赎罪。父皇，崔乙与他的养子柳承风早就一刀两断，只因柳承风勾结接硕，崔家与接硕有不共戴天的血仇。父皇就算怀疑谁，都不应该怀疑崔家。秦王，你真是让朕太失望了。那么朕现在问你，领镇西军收复东都，你遵旨还是不遵旨？儿臣不遵旨。儿臣请旨，回劳兰关戍边。镇西军暂交齐王代管，你就先回府，好好闭门思过去吧。是，儿臣告退。石七郎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今天在朝中，陛下将镇西军交给齐王代管，齐王命我和父亲即刻出京，父亲前往灵州，我前往毕州。齐王所为，是谋划已久。那日父皇想命我收复东都，言辞厉害。父皇说不出来那样的话，想必也是齐王叫他这么说的。他这么做，就是想将你身边的人一一调开，然后分化我们镇西军。我在这京中十分不快。自10几岁去了劳兰关，咱们就在一起。你也明白我心里，觉得京都王府一点意思都没有，而皇宫更是没有意思。可是石七郎，咱们都回不去劳兰关了。阿莹一心想让我明白，信王、齐王，非可信之人。说天下不应该有这样的君主。他想让我当这个太子，可我答应过萧妃娘娘，一定要辅佐太孙。我与阿莹本是两情相悦，因为这样的事，几乎拿到生分。其实他说的话，我心里都明白。只是我有句话，一直未同他说。石七郎，你到底在担忧什么呢？是啊，我心中有所顾虑。孙敬已死，天下平定。
咱们镇西军该何去何从？而崔家军又该何去何从？如果我当了太子，朝中会容忍太子妃手握崔家军吗？如果我当了太子，崔毅也不会把手中的崔家军交给我。那日，父皇命我收复东都，被我拒绝了。他一气之下，才将镇西军交给齐王。是因为我不想与阿颖兵戎相见。但一旦我成为了储君，就不得不由我亲自去打压崔家军了。人呢？桃子，你吓死我了你！那，给你。什么呀？这么多银钱啊？这都是我平日攒下来的，上一次匆匆忙忙就忘记给你了。这么多银钱给我干嘛？你先替我拿着，等将来，将来干嘛要我替你拿着？将来？什么将来啊？听不懂。哎，桃子，你上回不都已经答应我了吗？这傻子，我逗你的呀，这么容易就上当，吓死我！好啦，这些银钱呢，我替你好好收着。以后啊，我的饷银也跟它放在一起，说不定之后我们可以买几亩田，或者这个铺子也好啊。好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以后你可得当心啊，不能这么容易就被人骗了啊。好，那我们走吧，我带你逛逛西长京。走吧。哎，桃子，这边热闹。石七郎，石七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，起来啊！醒醒，醒醒，石七郎。怎么了？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崔小姐来了。什么？崔小姐到西长京来了，桃子也来了。耳朵现在去见桃子了。听说啊，崔小姐这次来是特意要入宫觐见陛下。觐见陛下？是啊，桃子姑娘说的。她说呀，这次崔小姐来是带崔大将军来觐见陛下的，所以说啊，希望能在大朝之日上殿面圣。哎呀，她这是想气死我！哎呀，石七郎，你这就不对了。虽说是觐见陛下，但80%还是想见见你。你这么说，不是伤人心吗？你不懂，我不懂，那你教教我，说来听听。朝中忌惮崔家，议论纷纷，都像是煮沸的油锅子，但凡沾点水星子都得炸。他还来火上浇油。再说了，他说代表崔大将军觐见陛下，匪夷所思。大将军卜凤朝都不能擅自入京，更何况她还是大将军的女儿，怎么能上朝堂呢？朝中那些文官唾沫星子都能喷死他。我就搞不明白了，你这话怎么听，都像是在担心崔小姐啊。他主意大着呢，我为什么要担心他？那人家都来了，要不要先去见见他？不见。哎，真的不见？行，不去。哎，不去，真不去。这个礼部啊，吵嚷这么些天，什么结果都没吵出来，
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才能去觐见陛下。小姐，你想不想去见秦王？这个秦王也真是的，你都已经来了几天了，他都不说过来看看你。上回他还巴巴的去救你呢，后来还把你送回来大将军呢。我当时还想，这个人对我们家小姐还真是挺好的。这才几天啊，怎么突然又像陌路人一样了？你去见过谢长耳了？当然见过啦。那他都跟你说些什么呀？也没说些什么，不是什么要紧的话。那估计秦王也没什么要紧的话要跟我说，所以就不见了。才不是这样呢，虽说是没有什么要紧的话，但是你看啊，我跟耳朵呢一起去看了杂耍，我们还去铺子里买了好多好多东西呢。那就算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事，只要我们2个人在街上走着，那心里也是高兴的。秦王不来见我，你怎么这么着急啊？我不是着急，我那是担心你。担心我是想着你会不会想要见秦王嘛？会不会？还是你想见谁啊？我不想。哎，这个破哨子。桃子，这么久才来，慢死了。今天十七郎在丰英楼请大伙喝酒，我听到哨子就赶过来了，但是太远了，所以才晚。你说，秦王在丰英楼请你们喝酒？是啊。那他有没有说要来见我们家小姐啊？没有。哎，这个人怎么回事？他有功夫请你们喝酒，那说明他不忙嘛。他不忙，为什么不来见我们家小姐？这个老鲍也问他了，但十七郎那会儿就跟没听到似的。这2个冤家，怎么又闹上别扭了？是啊，你看上次救完崔小姐以后，他们俩回来路上感觉还挺好的，一路上既没有吵架也没有打架，感觉客客气气的。你个傻东西知道什么呀？这既不吵架也不打架，那才麻烦呢。不行，咱们得好好想个法子。你想什么法子？既然他不肯去找他，他也不肯去找他，那这2个人当中，必须得先有一个人迈出第一步。不是什么他呀他的，我都听糊涂了。哎，有了，咱们买干果去。啊什么？走，买干果去。哎呀，走了，快点。早听说丰英楼是京都最好的酒楼，果真名不虚传。菜好吃，酒也好喝，酒是好酒，可惜鲍哥他现在不能喝酒了。包大哥呢？刚说方便一下，难道调茅厕去了？人家说方便就是去茅厕嘛，你为什么说调茅厕去？这方便，不去茅厕，难道还能去别处啊？那当然了。这样，咱们打个赌，比划拳，谁要赢了就喝酒，谁要输了就去找老鲍，看他是不是真掉脑。好，玩一把，我先来。兄弟好啊，3星照啊，5魁首啊，6顺啊，5魁首啊，7魁首啊，40草啊，兄弟好啊，6顺啊，5魁首啊，8匹马啊！哎，我赢了！十七郎，你猜隔壁2间是谁呀？啊？我来，再来，我猜。兄弟好呀，7魁首啊，你就不想知道吗？啊！3星照啊，大哥输了。哎，十七郎，你就不想去看看？行，反正我跟你说了啊，你不去是你的事儿。哎，大哥，来，咱俩来，我先来。兄弟好啊，3星正啊，6魁首啊，兄弟好啊！哎，桃子，你买这么多干果，你是要做什么？小姐喜欢吃这个，我打算用这个干果感动她。哎，老孟，桃子可是千叮咛万嘱咐，你这1年半载不能喝酒，放下。不喝就不喝嘛。
哎呀，豹哥，来点你的花生米。有啊，对呀，豹哥，花生米有啊，这不是？哎，拿着，来吃。啥呀这？哎，石七郎，你俩，这老豹太抠了，太抠门了，是不是你们？这酒确实有些上头，我出去方便方便。石七郎，你慢点，咱们继续。来，6个6啊，兄弟好啊，6哎，过来！哎，买定离手啊，咱们就赌，石七郎去还是不去啊？下注吧。我觉得呀，他肯定去。好，压10文，去10文啊！还有谁？我全压，他不去，他必须去。好，20文。20文不去，好不去，一言为定，愿赌服输，愿赌服输。啥也听不见啊！这要耳朵在就好了啊。嘘。小姐，秦王特意买了你爱吃的干果，让我拿过来的，是吗？是啊，小姐，你可是不知道，这个干果要排很久的队才能买到的。拿来我尝尝。哎，回来了，回来！石七郎，你进隔壁看没有啊？进了吗？没进吗？进去了吗？石七郎，没进。哎呀，愿赌服输，老二接着，老四，这石七郎，你咋不进去呢？你害大人输了好多钱。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石七郎是军中最好的斥候，他肯定发现啊，隔壁是2个抠脚大汉，发现不是隋小姐，所以就不上当。对，哎，是3个，3个。哎，我怎么看见是2个呢？他们点的酒水饭食，连筷子都是让茶博士上的2双。你怎么就发现是3个呢？还有1个在楼下，刚刚上来。他们都是贩苎麻的商人，刚从新州过来，身上的银钱有很多。倒单那个是去换钱了，本来不想来丰盈楼吃饭，后来想想还是来，所以茶博士又多整个礼服碗筷。还是石七郎厉害呀！佩服！我就说嘛，石七郎虽然没进去，但他肯定会把隔壁是什么人、什么身份弄得清清楚楚。你们还不服气，偏要跟我赌，输了吧？给钱！给钱！哈哈，这是我的。我又输了10文。这秦王特意去给你买了干果，咱们是不是也应该送他点什么，表示一下感谢？确实挺好吃的。不枉你排队排了那么久。你怎么知道这个干果不是秦王买的？这一眼就被你识破了，看来8成也骗不到秦王。骗他什么？就是这个干果啊，谢长儿也带了一份回去。本来我俩都商量好的，就说这个干果是你给他买的，这下可好，他8成也是骗不到。来，那就谁买的谁吃。真的排了很久的队的，是挺好吃的，辛苦你了。我自己吃。来，哥敬你。大哥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父皇虽然让我代管镇西军，但是那裴氏父子怎肯听我的呢？我这代管不过是个虚职罢了。比起我来，天天被关在这府上，
你强100倍吧。大哥何必泄气呢？眼下刚好有个机会可以向父皇求情。什么机会？什么机会？母后的继承快到了，看在以示母后的情分上，父皇肯定会心软。对呀，母后的继承快到了，那我要亲自给父皇上书来诉说此情，也许父皇能看在母后的份上把我给放了。大哥放心吧，臣弟定然会全力在父皇面前替大哥求情的。接到殿下的帖子，深感殿下雅意。殿下说得了2团好茶，邀我共赏，我就毫不客气前来叨扰了。顾相客气了，这还有2株老梅庄盆景，是裴元到了毕州之后派人给我送过来的，虽不值钱，但颇有意趣。我是个粗野之人，不懂这些花月之事，但我听闻顾相画梅乃是京中一绝，所以这2株老梅庄盆景放到我府里实在是可惜，回头一并送到顾相府中去。啊，多感殿下圣意，却之不恭啊。对了，这崔乙的女儿崔氏女要觐见陛下之时，礼部还没争出个分晓吗？不只是礼部争执不下，现在啊，连兵部也掺和进来了。兵部说，崔家军在前方抗敌打仗，崔氏女可以视作大将军之子去觐见陛下。可礼部却驳说没有此先例，而户部又说，崔家军的粮草、军饷，均未从户部拨发，自从平凉喂养的税赋中扣除，这笔糊涂账不能不算。现在崔氏女还没有见到陛下，可6部自己却吵了个不可开交。其实，这崔氏女要觐见陛下，礼部不就是拘泥于没有先例吗？这崔氏女的母亲贺氏是朝廷敕封的武烈夫人。我记得在瑞景年间，朝廷为了京表辅圣夫人，特意在大潮之日，令辅圣夫人的女儿亲自上殿，由世祖皇帝亲自赐了金表。哦，殿下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呐，确有此先例。既然如此，那崔氏女便可以上殿觐见陛下了。我刚刚命人去查阅了那份卷宗，果然，秦王前几日也查了这份卷宗。傅圣夫人的女儿上殿之事，那是60多年前的事情了。只有礼部的积年老历才能找得到这份卷宗。秦王为了崔氏女，特意寻此旧例，足见他对崔氏女的用情之深。为了那崔氏女，他千方百计费尽心思，想让她得偿所愿呐。婉儿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。倘若你的对手是崔氏女，为父觉得你颇可一试。但若你的对手不是崔氏女，而是秦王对那崔氏女的一腔真情，那你觉得你还有几分胜算呢？是都不是，就自认失败，那便不配当父亲的女儿了。何况世事难料，纵然秦王对崔氏女有情，但如果崔氏跋扈欺君，通敌叛国，那别说是择婚皇子了，就应该被株连9族。崔乙这个人呢，说他跋扈欺君或许会有，但说他通敌叛国，那倒不至于。父亲，开国左武卫大将军樊国公柴洪被指通敌叛国，最后被问斩街市。就连堂堂开国大将军樊国公都被指通敌叛国，那崔乙怎么就不可能呢？
小姐，小姐，刚刚礼部派人来说，可以去觐见陛下了，就在3日之后，大朝之期。是吗？看来他们终于争论出了一个章程啊。反正礼部的人说，是依照什么辅圣夫人之女先例，我也不懂什么意思。总之就是说，小姐可以去觐见陛下了。这还真比我想的快一些。不过我是听说，是顾相亲自去了一趟礼部，翻找了大概60多年前的先例，所以礼部才这么快同意你去觐见的。60多年前的旧例啊，也难为他能找到了。看来顾相为了平息朝中争议，也真是辛苦用心了。哦，对了，小姐，我听耳朵跟我说，秦王前些日子也去了好几趟礼部，说是为了什么边关的事情去查了好几天的卷宗。哎呀，你也知道那些卷宗啊，都多少年没人碰过了，他们翻找了几天，弄得灰头土脸的。我看秦王这个人啊，真是挺没意思的。人家顾相都知道去为了我们翻找先例，他呢，只顾自己的事，对你也不闻不问的。哎，你今天怎么穿成这样？上朝啊？你都多久没上朝了？我记得你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还经常偷懒，装病不愿意去。今天是哪阵风把你吹起来，忽然想上朝了？今天天气好，就去上个朝了。天气好？哎，别忘了下朝回来给兄弟们带着鹌鹑下酒啊！传平凉大将军、魏阳大将军、朔州道行军大总管、左威卫大将军崔乙之女崔琳上殿。哎呦！崔乙的女儿啊，这个小子真是一个刺杀。臣女崔琳参见陛下。免。谢陛下。既然你说你要代替你的父亲，非要上殿见朕，有什么事儿就说吧。崔琳代父觐见，是为东都洛阳，于孙敬叛乱之时，由崔家军暂为代管。如今天下平静，陛下欲急垂拱之志，故崔家军即刻退出洛阳，将东都洛阳归还于朝中。你是说要将东都洛阳还给朕？是，洛阳是国朝的东都，自然也是陛下的东都。崔家军不过是代管而已。如今叛乱已平，崔家军当然应该退出洛阳，将东都归还于朝。好，很好。哎呀，原来你上殿是为了说这件事，早说嘛！好，哎，朕就喜欢你这么爽快的孩子。哎呀，这样跟皇后说，让她好好设宴，好好的款待你。谢陛下。皇后啊，今天这个崔琳穿着盔甲走上大殿的时候，朕心里就在想，这个崔乙如此的无礼，他教出的女儿也不会好到哪儿去。可是没想到，崔琳一开口就说要将东都洛阳还给朝廷。恭喜陛下，不费一兵一卒，便收回了东都。吴国师说过了，朕是真龙天命，天命所归，当然是
福运绵绵。适才陛下说，要设宴款待崔小姐。不知要如何办的才好？办得热闹一些，多叫一些大家闺秀，啊，让这个崔林看看，京中真正的大家闺秀都是什么样的，也好压一压她的气焰。是。崔家军如今在朔州作战，朝廷对其猜忌不断。崔林呢，代父入朝，将东都洛阳还于朝廷。这步棋大开大合，果断干脆。这崔乙行事果然是老辣呀，不愧是沙场宿将。以婉娘对崔氏女的了解，倒觉得，或许是崔林向她的父亲建议，才会有今日此举。那这个崔林，倒是出乎我的意料。在父亲看来，朝中对于崔乙的猜忌，是完全打消了，还是暂时打消了？哼，自然是暂时打消。崔乙是平凉卫阳的大将军，手握重兵，朝廷怎么可能对他不忌惮？适才父亲提到皇后要宴请崔小姐，会请京中闺秀作陪，婉娘是有资格做这个陪客的吧？那是自然。那就让婉娘好好见识见识这位代父觐见的崔小姐。你不是已经颇为了解她了吗？此一时彼一时也。以前她在军中，现在她在庙堂。父皇，今日一见这位崔小姐，没想到长得还挺好看的，尤其是身着一身铠甲，别有一番风姿。这几天啊，父皇一直在想啊，虽然这个崔宇把东都洛阳还给了朕，但是长此以往，难免他会动歪心思，所以啊，还是得好好的笼络他。崔乙只有一个女儿，你若是娶了他女儿，岂不是名正言顺的把崔家军的军权要过来？父皇明鉴，此事可行。这两天皇后要设宴款待崔林，本来我让皇后就叫上几个大家闺秀，热闹热闹就完事儿了。可现在看来啊，你和公主们，还有李丽，都一起赴宴。他们呢都是陪客，你要好好看看崔林，看一看你到底想不想娶她，别委屈了自己，啊！多谢父皇。臣女崔林，拜见皇后娘娘。免礼免礼。前日崔小姐着甲上殿，据说英气勃勃，不让须眉。我正想着，今日大约能见着一位女将军，没想到今日崔小姐做闺阁女儿装扮，却又这般仪态万方，窈窕动人。皇后娘娘过誉了。不必拘束，快入座吧。谢娘娘。今日盛会，一为崔小姐洗尘，二为佳景难得。崔小姐久居瀛州，难得来京城，今日就让齐王、秦王这些个年轻孩子招待你游冶尽兴。今日满饮此杯，为崔小姐接风。
多谢皇后娘娘，多谢齐王殿下。林母后，夺彩之器已经预备好了。如此甚好。今日设宴，我正愁没个新鲜玩意儿。齐王特意从南边寻了个新鲜的杂耍班子，就让崔小姐和今日的诸位客人们都一起瞧个热闹。齐王殿下费心了。这夺彩之器啊，是如今最时兴的。两方上台之后啊，只能抢夺彩帛作为武器，可以使用半拦、摔挡、绕等方式来阻拦对方，以首先夺得彩球的一方作为胜方。齐王殿下对崔家小姐真可谓用心十足。能不用心吗？毕竟他的父亲手握重兵，既拉拢了崔家，何愁不能储卫东宫？也无怪乎他一个臣女，竟然上书要自责皇子为婿，好生霸道啊！这两队之人，一边要想着如何将对方踢于台下，一边呢还要想着如何夺得彩球，同时呢还要提防自己不被踢下台。这夺彩之戏啊，甚是激烈，听着十分有意思呢。咱们就这么看着，不够热闹。要不，按照京中旧俗来博个彩头吧，不拘多少，好玩罢了。母后所言如此甚好。崔小姐远来是客，就请崔小姐博个头彩吧。是。崔小姐看好哪一队，便可以压哪一队，将彩头置于金盘之上，就是压彩了。一会儿由崔小姐将彩帛置于台上，便算是开彩。齐王殿下看好哪一队呢？我看红队的人机敏灵巧，定是能旗开得胜。那我就压殿下看好的这一队。我压红队胜，以这只金镯为彩头。秦王殿下可要下注？殿下，让婉娘大胆为殿下选一队吧。你想选哪一队？婉娘自然觉得蓝队可胜。行，那我就替顾小姐选蓝队胜。这玉鱼作为彩头。三弟豪阔呀，豪阔！崔小姐，敬请观赏吧。好，幸不辱命，替崔小姐压中了。殿下好眼光。其余的都赏给获胜的红队吧。崔小姐觉得下一局该压哪一队呢？我觉得还是要压红队。我看红队啊，风头正盛，一定能连胜。传令下去，今日大家尽兴，无论哪队获胜，全部都赏100金。且慢。这次我要亲自上场。啊？二哥，平日里你不是最爱玩了吗？可愿意与我上场一试？这……齐王殿下，崔琳愿意上场，跟殿下搭档，为之一搏。有崔小姐相助，定能拿下此局。可是三弟啊，我们是2人，你却是1人，对你不公平啊！不如你从这杂耍班子里再挑1人作为搭档，如何？不必了，我以1敌2即可。秦王殿下，殿下若不嫌弃婉娘身手笨拙，
婉娘愿与殿下搭档上场。顾小姐，这夺彩之戏颇为危险。殿下不必多虑，婉娘明白的。好，那你便同我一起。既如此有幸，从内堂取一对龙凤钗来，为你们添做彩头，待我亲自为你们开彩。谢母后。哎，你说，我们开一家这样的点心铺子怎么样？我就提了那么一嘴，你还真打算上了？当然了，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牢牢记在心里。其实呢，开一家这样的点心铺子，不失为一个好想法。而且啊，我看街上那些卖小玩意儿的店铺，生意也很是红火呢。哦，还有那些胭脂水粉铺子，很多小姐夫人都很喜欢。好，你喜欢什么我们就开什么。傻样。今天皇后设宴，你说这宴会到底怎么样了呀？也不知道秦王和小姐他们俩见上了没有？一定会见到的。十七郎那么喜欢崔小姐，他一定会好好的哄崔小姐的。希望他俩赶紧和好吧，要不然，咱俩成日这么好的，他们要是再不和好，我可太内疚，真觉得对不起小姐。一定会的。秦王殿下忘记了，崔某本就是这样的人。好，好，崔小姐，巾帼英雄。今日崔小姐，真让我等大开眼界。崔小姐不愧是上过战场的人，如此夺彩之戏也精妙纷呈。这是崔小姐的彩头，多谢皇后娘娘。这对龙凤钗，不愧是内省重工，细巧非常。皇后娘娘，您赠我的这对龙凤钗，我可以转赠给他人吗？
既然是你的彩头，自然任你处置。谢娘娘。多承秦王殿下相让，娘娘赏的这只钗子，便聊表心意，转赠秦王。齐王殿下、秦王殿下皆是男子，而我也是素来征战沙场惯了，唯有顾小姐素处闺阁，今日却自告奋勇上台，虽然不慎受伤，却没有一声叫透。那这只凤钗，便转赠给顾小姐，以慰你今日之勇。多谢崔小姐。都是娘娘的赏赐，我不过是借花献佛罢了。秦王殿下当与顾小姐一起，谢过皇后娘娘恩典。理应如此。谢母后。谢皇后娘娘。不需多礼，你们都入座吧。是。好孩子，你快过来。娘娘，生得这么娇颜秀美，偏又英气过人。最难得的是，你这般大方周全。适才我得知顾婉娘受伤，本想待会儿赠她一对珍珠耳环抚慰一二，你却已经替我想到了。娘娘不怪我唐突才好。怎么会呢？刚才在台上，我看着你，就如同一只燕子一般，轻盈灵巧。秦王素日有勇猛无敌的名头，今日你却赢了他，可见呀，你确实比他还更胜一筹呢。皇后娘娘过誉了。饿了吧？开宴吧。是。你快回去休息。谢娘娘。顾小姐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秦王殿下，秦王殿下。碧波万顷，秋高云淡。如果在花好月圆之夜，泛舟至太液池上，波光映月，想来风光甚美。春花秋月各有佳时，只是在崔小姐眼中，4时美景，皆不如一展胸中宏图来的有趣吧。你心中恼恨我，人各有志，我何必恨你？我看你是生气的样子。既然说了，自然是有些不悦。恐怕你不是生气输了钱，而是生气我为什么亲你。是啊，你怎能行如此轻薄之举？今日人多，若是被旁人看到，还了得？那你会不会告诉别人？非君子所为，我自然不会告诉别人。谢谢你。
我知道是你去礼部查阅了卷宗，找出从前成立，我才可以顺利入朝，去觐见陛下。你不必谢我，安抚大将军，为君分忧，本就是我该做的。秦王殿下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崔某还真是自惭形秽呢。李来，走。怪啊，这内侍明明说是往太液池这边来的，怎么没瞧见人影？崔小姐，崔小姐，齐王殿下，此演结束之后，我也要出宫去，正好送送崔小姐。那就有劳殿下了。恃才夺彩之时，崔小姐赢得实在是精彩，令本王大开眼界。殿下过誉了，那些不过都是玩乐的雕虫小技。若不是有崔小姐在的话，又怎能赢得了秦王，夺得彩头呢？那是殿下眼光好，所以才压得中。那不是崔小姐吗？殿下，顾小姐，你的伤没事吧？我府中有伤药，用了之后不留疤，回头让人给你送一些。多谢殿下。客气了。不知崔小姐平日都有些什么爱好？送来的玫瑰荔枝樱花酪，奶娘吃了说特别好吃，让我再三多谢。既然奶娘喜欢，下回我请她去店铺里多吃。素闻秋日里骑马驰骋乐游园十分的畅快，我看明日必定是个好天气，不如明日我陪崔小姐去趟乐游园吧。啊，殿下客气了，只是明日我要去慈恩寺还愿。那我陪你去慈恩寺。殿下，殿下，齐王殿下，陛下传你。就这么说定了，明日我陪你去慈恩寺，我先去见父皇了。说定了，明日一早我派人去你府上接你。这位崔小姐真是太厉害了，居然把洛阳还给了朝廷。确实，东都与西长京近在咫尺。如今这个局面，他崔家若是再占着洛阳，恐怕只有百害而无一益呀。这难道不是那位崔大将军的主意？我认为，恐怕是崔林的主张。他入朝上殿，归还东都，那么，则皇子为婿之事，他恐怕八成能够称心如意呀。那这位崔小姐是想做太子妃？太子妃，人人都会觉得太子难为。可是谁有关心过太子妃的处境呢？再聪慧的人，到了东宫中，也得敛起羽翼，收起锋芒。这位崔姑娘，本性率真，她又是一个这么洒脱的人，若真的做了太子妃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娘娘，锦娘，我是
从娘家把你带进宫的。从前我是一个多么任性的人，自从嫁到东宫，我就变成了另外的一个样子。作为太子妃，要贤良大度，身逢大变，太子身死，太孙流落，我不惜与孙敬周旋，也想尽力争取我大狱光复的机会。娘娘心里苦，奴婢都知道。将来我到了地下，我就会亲口对太子说，我尽力了，我尽了一个做太子妃应尽的责任，甚至是背上千古骂名，我都不会顾忌。可是锦娘，我都不认得我自己了。史书上写到我，也就是寥寥的一句话，也许会骂我不真。可是我做了那么多，我到底是谁，我都不知道了。娘娘，您哭一场吧，好好的哭一场。不，自从我做了太子妃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不能再软弱和流泪了。我不能忘，我曾是大玉王朝的太子妃。哎，昨天晚上大半夜啊，我又听见十七郎在院子里练剑呢，估计是一宿没睡。相思病嘛，睡不着那是应该的。不是，那崔小姐不是在喜上星吗？在就不能害相思病吗？在都在了，相思什么呀？你不懂，你懂。你摸过女人的手吗你？那你懂？你摸过女人的手吗？我懂，你摸过，我懂，你摸过，我懂。行了，喝粥吧。石七郎，石七郎，你这么早去哪儿啊？去散散心。你昨天不是说要给顾小姐送药膏吗？叫谁去啊？难不成亲自去啊？你去吧。得，我就不该问。石七郎，你就没有什么东西要送给崔小姐的吗？没有。哎，为什么他给顾小姐送东西，却不送东西给崔小姐呢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你不懂。来，过来吃点儿。见过齐王殿下。你家小姐呢？我跟她约好了同游慈恩寺的。我们家小姐一大早就出门去了，她昨晚特意摘香补了吉时，说得卯正3刻出门才好，还特意说不许带任何人去，这样才显得心诚，连我都不许跟去呢。不过小姐特意嘱咐我，让我在府中等着齐王殿下，跟殿下说声十分抱歉，让您白跑一趟了。无妨，我去慈恩寺找她去。殿下慢走。
看着挺简单的，怎么就是变不好？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本想着出来走走，结果走到这儿，大概是不由自主吧。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。我并不想去什么慈恩寺。我知道。既然遇上了，十七郎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，好好陪上我一天？就这一天，你不是秦王，我也不是什么崔小姐，无忧无虑的，快乐的过上一天，好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还记不记得，当初你答应过我，如果有一天天下平定，就陪我一起吃满乐游原。开营，待到天下太平，你我并肩，同游乐游原。一言为定。说过的话，许过的愿，或许都兑现不了。但是我很希望能有这么一天，哪怕只有12个时辰，我们俩什么都不想，快快乐乐、无忧无虑的过一天，好吗？好，我答应。以前你常常说，要是能早点认识我就好。现在我也这么觉得。如果我能早点认识你，我就会带你去瀛洲，去看杏花，去吃小白杏。不要说这些了，我们先开开心心过好今天，好不好？秋波澄净，秋水长天，这里可真美啊！这让我想起了在劳兰关的时候，每到秋天，老包就会在河边打黄羊，然后每天都烤羊肉吃。唉，说的我都饿了。我下水给你抓鱼吃。好呀。石进郎，那儿有条大鱼。嘿，那边。这个。哎，没想到我妈赢，文能下笔千言，武能上阵杀敌，居然连条鱼都对付不了。没想到我们石进郎忙活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抓条鱼，也没有好好的送到我手上。
再来。哎，你后面，后面。前面，快点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徐新郎连烤炖鱼都这么好吃，真是不世之才。你这么一夸我，我就心惊胆战，我总觉得哪里又上当了呢。我这不是在夸你，我是在自夸呢。自夸？你看啊，我喜欢的十七郎是如此精彩绝艳，那我是不是眼光绝佳？是不是很厉害呢？你在我心里一直最好，也最厉害。这明明是在夸我，但是听起来好像你也是在自夸呢。那是自然，我喜欢的阿莹就是这样精彩绝艳，我明明也眼光绝佳，十分厉害呀。